做事要言而有信吧。哎呀，曾总啊，抱歉，我是答应您了，可是别的朋友跟我打招呼，我也不能不给面子啊，只能答应1个月内发货。哪个朋友跟您打招呼啊？我还挺好奇的。曾总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好，不过1个月内是多少天啊？这10天也是1个月内，30天也是1个月内。我肯定会拖到30天再给星辰发货，1天也不会提前。那既然有马总这句话，我就不为难您了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有人问起来这事儿，明白，明白，你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要1个月，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快时间了。哎呀，我明白，但是1个月还是太久了。我们跟东一签的合同里边写着时间节点的，现在材料不到位，样品检测这关都过不了。再想想办法吧，不然我们就算违约了。嗯。你好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韩总，好啊。原材料还没解决啊？解决了一半儿，就是不用遥遥无期，但是还要等1个月。还要1个月啊？也不会。要不要我帮你？不需要，您忙，我先走了。哼。你真是双标！季星想吃你就去给他做，说请我来你家吃饭，结果是我给你做饭吃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谢谢，5分熟。你这张嘴啊，还是留着说正事儿。那就说正事儿。星辰和柯博的事儿，你插手了。我帮季星，你吃醋了？背后是谁在动手脚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不过，东一有那么多材料供应商，你随手就能帮他，为什么选择袖手旁观？我不明白。我相信他能自己解决。合着是我瞎操心了呗？韩婷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真不是我瞎操心。自从那个蒋四逃跑之后，就开始怀疑你。分手是吧？不用问。我给你10分手，12分手，12分。我只是。大家辛苦了啊！我给大家带了点吃的。谢谢李总。来，快来拿。悠悠，帮我拿一下呗，我还有点东西没做完呢。谢谢厉总。厉总，我给苏总送一份过去。啊，好啊。来，来，薇薇，再拿一份。谢谢厉总。去。苏哥，丽姐买了点吃的，你先吃点吧。我把手里的工作做完就吃。你这几天每天从早做到晚，都不见你离开办公室，为谁想的？不为谁啊？为我自己啊。哦，行了，我先忙工作，你先回去吧啊。行，替我谢谢李总，把门给我带上啊。啊，得嘞。大早上的别愁眉苦脸。
来吃点甜点。不，这家很难买哎。我每次路过那儿都排了好长的队。我也是找他们排在前面的人商量，让他们帮我买，我再送他们点甜点，虽然花点钱，但节省时间。聪明啊。怎么了？丽丽，你是我的福星啊！你是我的福星，我有办法了。你说什么疯话？如果我们买原材料就用你买甜品的那个方法呢？我们直接找排在我们前面的厂商借，再跟他们聊加5%的通道费。但那些厂商都需要原材料进行推动生产，不一定会轻易松口。5%不行就加到8%，实在不行就加到10%，多问几家，总会有人答应的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查一下，我看哪些厂商排在我们前面啊！加油加油！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？主动约我吃饭。小白进展的不错，辛苦了，坐。点了这么多，原来在德国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讲究吃喝啊？那个时候忙得觉都没时间睡，哪有心思想这些？我记得那会儿你刚刚参与建立东洋基地，很多人都不看好，你压力也很大。我那会儿还说要留下来帮你，你也不肯，非要一个人自己扛。确实，创业初期很艰难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人轻而易举地摁死。快吃饭吧，我开了一上午的会也累了。精力是有限的，多把心思花在正经业务上，就不会那么累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哪个业务是不正经的了？你是老板，不要把心思花在算计别人身上。让马总拖延原材料发货时间，导致新城产品实验进度跟不上，和你没关系吗？他星辰买不到原材料，关我什么事？你总不能把他做不好的事都算到我头上吧？马总是曾爷爷的学生，你们私交一直挺好的。是啊，那又怎样？你了解我，没有调查清楚的事，我会乱说吗？他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撬走我的员工，怎么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这点教训给他，无伤大雅吧？星辰是东一投资的公司，你教训星辰，就是拆我的台。那广华就不是你的了？当然是。任何在背后搞这些低劣动作的人，我都会过问。知道了，回头我单约一下马总吧，可能中间有什么误会。吃饭吧，尝尝你最爱吃的鱼。原材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们已经拿到了品质最好的树脂材料钛合金和钽金属，并且同步椎间融合器的注册，马上准备产品实验。我会抓紧时间的。
那我就先去忙了。谢谢韩总，我会努力的。最初的梦埋在心底，斜风冷雨里，等待一个天气，慢慢的苏醒。想要穿越水泥森林，哪怕遇到曲奇，迷雾终会散去，义无反顾与梦想相遇，人潮中看不清，拥挤如夜空繁星，向往各自的天际，忘了原本遥远的自己。我要去往那片理想之地，天地不犹豫，要将未来握紧，不怀疑无畏的勇气。所以我要去往那片理想之地，却亦不放弃。我会永远相信有奇迹，哪怕无止境。所以去往那片理想之地，不变的决定，未来的眼睛里是黎明展开的光晕。所以我要去往那片理想之地，飞驰的足迹，当路变得清晰，才证明你们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同学们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课后交流。下课。马总先走了。马峰老师，您好，您好。我之前看过您的采访，您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基因检测研究，还没毕业就拿到了投资，好厉害哦！谢谢。你是？啊，我是星辰科技的季星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您。我还有事，失陪了。向手。哎呦，马总啊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向教授，今天受益匪浅啊！你这5个理论，这就是你的笔记。韩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向教授，你在外面等我一下。嘿，韩婷啊，我以为你在办公室等我呢。好久不见。您是东阳医疗的韩总吧？我是。哎，幸会。哎呀，那个我是风速基因的马峰。希望有机会和您合作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情要跟向教授聊。哦，你们聊，那我就不打扰了啊。有机会合作啊。好。那我们去我办公室聊吧。季总，哎呀，季总，马峰老师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啊忘了给您我的名片了，没想到您和韩总也认识啊。哎，咱们有机会一起约个饭，好不好？我买单。行了，我有事先走了啊。哎，好，您慢走。拜拜。哎，我买单啊。啊，好。看什么呢？走。韩总，你一般是不是都不用名片的呀？你这张脸就够用。看来光看访谈没有用。这几天上课有什么收获？我发现这些同学们都好厉害，个个都是想要当的人物。当然了，最厉害的还是韩总。我饿了。啊？
啊，那我请你吃饭。行，想吃什么？都行。走。就请我吃这个。你不是说都行吗？这可是只有学校食堂才会有的味道，尝尝。嗯，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感谢韩总给面的。毕竟难得你请客。什么叫难得啊？我们那年比赛获奖那天我也请客了，只是你没来。那时候我去了德国，给你发过信息，是你不回复我。你给我发信息了？那天我不小心把手机丢了。你都发什么了？还能发什么？说我有事不能去呗。对了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想去汇报工作。这么快，想催我2期款？这不也刚好快到付款的日子了吗？工作进度如何？我们打算今天下午就把椎间融合器的样品打印出来，明天准时送到东医内部质检。质检一通过，我们就送去检测所检测，希望可以早一点拿到产品合格检测报告。你就这么有信心，明天能通过内测？那当然，不然我就违约了。喂，志州。喂，兄弟，你可算接电话了，急死我了。怎么了？你慢慢说，别着急。小左操作的时候把打印机给弄坏了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打印机只要一开机就宕机，显示屏也是亮一下就黑屏。你这样，你现在赶紧联系北迪那边维修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知道了。公司有事，我得走了。我送你。想好怎么处理了吗？当务之急，先解决设备的事情。我回去看看具体什么情况。你放心，等北迪那边把机器修好，打印样品只要40分钟，不会耽误提交内测。星辰运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赏罚管理制度与人事管理制度，出现这样的事，一定跟流程与管理有关。你刚学会管理，该学以致用了。我正好借这个事情重新梳理一下星辰的构架。你前期用梦想和感情笼络人心，激励员工主动工作，这种做法无可厚非。工作不能光靠自觉，危机感与激励同样重要，竞争与淘汰也极为关键。这几者之间的度，你要学会自己把控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的确，星辰的很多制度不够完善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个犯错的员工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追责，病逝情节考虑是否开除。开除？太残忍了吧？管理太仁慈，时间久了威信就没了。可是除了规章制度，还有人情呢。小左是个可造之才，他一毕业就来星辰了，而且我们星辰的员工处的都跟朋友一样。要是开除了他，其他员工怎么想呀？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的。那就把他的一切功劳与利益分给剩下其他人不就行了？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你可真会替人着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无法按期完成，合同会算你违约？
我们一定按期完成，不会违约。需要我陪你一起吗？不用，这点事儿都做不了，以后这老板别当了。老板，季总看着很焦虑啊。要不你去哄哄他？不是，那你们北迪能不能临时调一个人过来给我们修一下？我们真的很着急，不能再耽误了。你们帮帮忙好不好？啊？喂，喂。你是公司副总，要稳住，不然大家更慌张。都振作一点啊！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咱们还有时间，一定能解决的。苏总，如果最后打印机还是没修好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办啊？你别乌鸦嘴，还是多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明天就要送去内测了，这要是整不好，我们整体进度都会被拖延。可是我们给东一的进度报告里已经写了会如期送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东一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我在东一技术部的朋友刚刚打电话来问我了。东一技术部是由苑总一手创立的，估计现在消息已经传到他那儿了。小左，你怎么操作机器的？我们要是不能如期交付内测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北迪的人来了吗？我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全公司去外省团建了，最快也得后天才能派人来修。你们俩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写工作吧。老板，下午的工作汇报会，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东一现阶段发展很平稳，苑总这次应该不会再找茬了。先看看再说。坐。怎么回事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小左也记不清是哪个步骤出现了问题。当时在场的还有谁啊？小左自己一个人操作的。哦。操作规定不是说了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吗？星姐。之前材料供应厂商他们的合同出现了问题，导致到货的时间推迟了3天。为了追赶交付内测的时间，我就带着彭薇薇他们加班审核工艺流程。这一下人手实在是倒不开了，就让小左一个人操作了机器。星姐，这件事儿我有责任。你有。那现在能查出是什么故障吗？打印机是直接宕机的，什么也查不出来。希静，我们是不是要跟韩总说一下现在的情况，推迟一下送检时间？毕竟特殊情况，大家都预料不到。做生意就是讲诚信，而且我们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正因为他的支持，我们更不能掉链子。无论如何，明天一定要把追件融合器送到东一内测。志周，你先陪大家正常工作吧，我们去联系一下我们认识的公司，看他们有没有相同型号的设备，我们应急一下。去吧。
东一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完成，各个部门配合得非常好。产品部继续在推进新产品线的建设，卓有成效。销售部上个季度的销售额也提升了8%。我会针对下一阶段的计划继续调整，以达到充分的磨合和运转。韩婷最近做的确实是很好。各位董事，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那今天的会议就结束。小韩总自从接管东一以来，实施的雷霆手段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也确实卓有成效。可是有一件事儿，我不明白，明明都是东一体系的公司，小韩总对总公司和旗下的子公司，不应该区别对待吧？周董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我听说星辰科技因为管理不善，导致打印设备出现了重大故障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上个月星辰提交的报告里提到，这几天他们的锥间融合器就要送质检了吧？现在如果因为管理问题导致既定目标无法实现，小韩总啊，怎么处理啊？周董，初创企业遇到点小问题不可避免，星辰已经快速做出了应对措施，这种小事没必要在董事会上讨论。小韩总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这说明我们东一选择投资星辰科技的策略存在问题。我们是做投资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我们要的是成功，是效率。东一和星辰的投资协议讲得很明白，如果星辰的锥间融合器不能按时提交质检的话，那就意味着超期，超期就是违约。对呀。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上市公司，既然选择了投资3D 医疗打印的这条赛道，总要做出点名堂。人家瀚海那可是一路向好啊，反观我们呢，还得因为管理不善而延误质检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恐怕股价也会受影响吧。各位董事放心，星辰的研发进度会按照合同的规定继续推进。小韩总啊，我们也不是质疑季星的能力，只是他毕竟是个技术人才。我这么觉得啊，您让一个技术型人才又管产品又管管理，确实有点强人所难。那周董的意思是，应该给星辰内部引进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协助管理。哎，还得是苑总，专业。哎，这个办法好。我说过，我负责就一定会做到。星辰不需要空降任何人。我们也就是跟你提个建议，毕竟现在东一的管理人是你，你要是这么坚定的话，那我们也就不便多说了，拭目以待吧。散会。小韩总要是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，东一怕是要出事儿啊。这事儿啊，还得让老董事长知道。老板，他们明摆着小题大做，故意找茬。不过，要不要提醒一下季小姐？不用，不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好的。喂，洪总，啊，我是丽丽，没打扰您吧？你们那边现在有空余的打印机可以借我们用一下吗？那您先忙。哎，刘总您好，我是季星。喂，陈总，我们公司3D 打印机故障了，我想问一下你那边有没有空闲的呀？那个我们的打印机坏了，可以借我们一下吗？没事没事。哎，谢谢。
我们明儿要是真没法送东一内测该怎么办？要是交不了，是不是就违约了呀？会不会罚钱啊？投资款不会就中断了吧？我们公司不会就这么散了吧？问题一定能够解决的，你们都别担心了。早点下班，回家休息吧。苏总，你和季总、李总还没走呢，我们怎么能先走呢？是啊，我们留下来，没准还能帮得上忙。丽姐，怎么样了？我们要的太急，能联系的都找了，短时间内确实找不到同型号的设备。哎，各位，哎呀，南友科技的郑总答应借我们打印机了。南友科技在京西，我之前的公司跟他们有过业务往来，我去吧。好，那支州你跟丽丽一起，你懂技术，可以操作机器。好，那一会儿我把你们跟郑总拉个群，直接跟他联系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路上买机票，连夜打印，买早班机回来，应该赶得及。走了。嗯，好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收拾收拾下班吧。小左、小夏，跟我去实验室看看。季总，我们也一起去吧。现在已经有解决方案了，大家也不用都在这儿耗着，回去休息吧。我们现在过去也是天乱，还是听季总的吧。季总，那有事儿随时联系我们。我们随叫随到。好，走。还是不行。对不起，季总。没关系，厉总和苏总不是去京西了，我们现在就是两手准备，以防万一。去把打印机的说明书拿过来，你们懂机械，我负责软件。因为现在无从判断，所以我们软硬件同时排查。怎么，没信心？季总，我就怕再弄得更糟了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我一会儿给北迪的人再打个电话，问问他们可不可以视频线上指导一下。我去拿工具箱。行，那我去拿说明书。你先出去。听说季星的打印机出问题了，你不出个手？不用，我信他。刚刚那几个人有多少股份？大概3%吧。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让我收购东一的散股了？自从我把韩院的亲信遣散，从人事上掌控东一后，他就一直很不服气。董事会突然开始质疑我投星辰的决策，背后少不了他的鼓动。提前收购东一的散股，有备无患。我倒是觉得啊，他翻不出什么话来。你们家老爷子不是有绝对话语权吗？我不想惊动他老人家。你对星辰也别太维护了，小心韩院抓你把柄。与其藏着掖着，倒不如直接摆到明面上。哎，你对季星这么关心，我可有点吃醋了啊。你俩现在什么进度了？不是吧，大哥，还没下手呢？你那杀伐果断的劲儿呢？拿出来呀！人家才刚走出情伤，顺其自然。你可真沉得住气。喂，打印机修好了吗？北迪的人刚刚视频指导了我们一下。我们找南友科技借了设备，丽丽跟苏之州已经落地京西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他们连夜打印完，明天一早飞机就能回来。你现在在哪？我在公司呢。好。唐宋，去。
去老四。好的。欣姐，你觉得这次能行吗？金总，金总，哎呦，哎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档期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样品已经开始打印了。我就知道你能行。好，谢总，韩总给大家买了夜宵。韩总，来，咱们先过来吃吧。谢谢韩总。这你的。谢谢谢谢。你说，这事儿都惊动到韩总了，我会不会被开除啊？我们跟季总共事这么久了，他最讲人情味了，他在呢，不会的。主要是这次我犯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真要被开了，我也就认了。但是星辰前景好，氛围也好，哎，我这代码还没写够呢，我真舍不得走。哎呀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你现在能做的呢，就是吃饱喝足，然后投入到工作里面去。再说了，等样品打印出来没问题，就算要追究责任，也不会重罚的。不够啊？给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谢谢韩总的夜宵，馄饨好好吃。不是借到打印机了吗？就想着做两手准备嘛，丽丽那边在打印，那要是有个万一，我们也不至于浪费时间，白白空等一场。堂堂星辰老板带着员工半夜在实验室修打印机，传出去也挺奇怪的。我不这样认为啊，我觉得越是这种危急的情况，老板越要跟员工待在一起。而且我让陈佐修打印机，也是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就打击到他的自信。他要是修好了，能弥补过错；要是修不好，他也尽力了，他心里也能好受一点。你的这种人情管理，能保证下次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吗？是，我可以严惩他，也可以开除他，杀鸡儆猴，立威信，立规矩。但我从广华出来，成立星辰，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不一样的职场。我淋过雨，所以我想在能力范围之内，给他们也撑把伞。谁都有犯错的时候，而且他也不是知错不改的人。我相信经历这件事情以后，大家都会谨慎起来的。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还是不行，怎么办呢？北迪那边也联系不上了。这个点人家肯定睡了呀。喂，怎么样？星星，我们这边很顺利，已经开始打印了。太好了，行，那我们明天一早回去。辛苦了。好了，厉总那边一切顺利，
做个收尾，回去休息吧。季总，我想再试一下。我也一起。好，我们继续。部分检测异常，应该就是刮刀出现了问题。我马上检查。我淋过雨，所以我想在能力范围之内，给他们也撑把伞。除了规章制度，还有人情呢。人情。明天上午来一趟玫瑰园。喂，欣欣，我们打印好了，正在往机场赶呢。好，等你回来，一路平安。嗯，拜拜。季总，季总，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你们？我放心不下，想让大家肯定没吃饭，就买了些早点带过来。结果在门口碰见了小佑。是啊，大家赶紧吃早餐吧。嗯，哎，给我，这个欣姐。季总，怎么样了？我们还在调试呢，厉总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，能解决的，放心吧。嗯，快去把小左叫出来，先吃饭，吃完再忙。行。爷爷，来了。天天收拾星辰这烂摊子，爷爷啊，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啊。爷爷，星辰是我要投资的，出现问题我自然要帮忙解决。汉宁啊，我把东一交给你，不是让你天马行空、恣意妄为的。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在告你的状吗？这庭院的花草啊，如果不定期修剪，就会杂草丛生。只有剪掉这些不需要的枝枝杈杈，它才能茁壮的、快速的成长。经营企业就像培植花草，星辰管理这么混乱，是时候引进职业经理人帮他捋顺了。引进经理人，核心团队被架空，就失去了我投资他的意义。发生这么低级的失误，也失去了投资他的意义。爷爷，您再等一等，下午5点，东一内部检测结果就会出来。等过了5点，您再做决定也不迟。你呀，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如果这次工作任务完不成，要不东移从星辰撤资，要不听你姐姐的，给季星引进经理人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出手相助的结果，我一概不认。我说到做到。
往新港的旅客请注意，我们抱歉地通知您，您乘坐的航班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，预计起飞时间将会推迟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喂，星星，我们飞机延误了，因为航空管制。延误多久还不知道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别着急，我来想办法。行。季总怎么样了？他们航班延误了，赶不回来了。那怎么办？现在只能依靠我们的打印机了。昨天董事们对你的决定提出质疑，我没有多说什么，毕竟咱们是一家人，我不能表现得太偏颇。不过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以后你对星辰的管理和投资是不是应该再慎重一点啊？刘志玲，你的特助。现在星辰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才，刘志玲是常青藤院校毕业海归，懂得管理的知识，经验丰富，又对东洋集团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认为他做星辰的职业经理人再合适不过。快5点了。我知道星辰在京西借到了打印机，我们暂且不说打印出来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合格。据我所知，京西好像天气不是很好，京西到新港的航班延误，现在产品是不是还没有送到星辰公司啊？你现在签，主动签，总比到时候爷爷逼着你签你要从容一些。你不会输不起吧？还没到5点呢，姐，是不是太着急了？韩总，苑总，我来汇报工作。星辰的椎间融合器刚刚通过东医内部质检。这是报告，样品明天就可以拿去检测所检测了。现在只能依靠我们的打印机了。我们打印机这样，明显指望不上。刮刀修好了，打印机重新开始打印了。真的？那这次不会打到一半又停了吧？肯定没问题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昨晚我请教了苏总，按照他教我的步骤修理了刮刀，没想到真的搞定了。太好了，苏总远程指导，太棒了。可即使现在修好了，等打印完，也来不及送东医内测了。不错，姐，你觉得呢？季总运气这么好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你找到解决方案了。也不是单纯的运气好，我们的确做了两手准备，并且利用这次紧急情况的处理，升级了软件里的数据读取，还有运算时间，提升了整体的打印速度，不然也来不及送检。看来混乱的公司管理对你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吧？袁总，公司的制度我会尽快完善。通过这次的事情，团队也磨合得越来越好了。等拿到质检合格报告，我们立马进行临床试验。临床合作机构我们也已经开始在梳理名单了。你怎么这么有信心，类似的情况下次不会发生呢？毕竟运气可以保你一时。唐松，老板，把批款申报表拿来。好的。上次第2笔款我只预付了你一半，还差400万。
韩婷，现在董事们对你有质疑那是小事，我建议你签字之前想想你自己立的军令状。让财务今天下班前必须把款批了。好的。韩总，您放心，您投资了星辰，我一定会努力，不让你失望。姐，集团应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我就不送了。哎，大侄女，你在啊？你来了，脸色这么难看，大侄子又欺负你了？走了。我这侄子侄女们怎么一个赛一个脾气差，一点都不尊老爱幼。哎，陆少，季小姐还在里面，麻烦您在外面稍等一下。季星？对。行吧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他们是想干涉星辰的管理吗？过几天深圳会举办 AI 医疗展销会，好好准备。这个展销会我报名报了好久都没有报上。这可是星辰第一次亮相，可把握好。那我先走了。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我又没做什么。谢谢你相信我。季香，怎么样？大侄子今天心情好吗？相信你自己。一个出来面色铁青，一个让我相信自己。大侄子。行了，你也别摇头了，我这就回去改。通过了。那过了我也改。你说什么？通过了。大侄子。不想重写就别过来。别，你一言九鼎，一字千金，说过了就是过了。谢谢大侄子啊！呼呼，拜拜。大家这次辛苦了。杏姐，幸好你重新对打印系统进行了编程。缩短打印时长，我一直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试验。多亏你有先见之明，做了两手准备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因为我的操作不规范，给大家添麻烦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你请我们唱歌就行了。我可是陪你加班了的。我可请你吃早餐了啊！你得请我吃饭。小左，这次这个事故你是肯定要负责任的。但是除此之外，还有更多的人要为这件事情负责。采购部没有盯紧合同进度，导致材料入库时间延误。技术部
没有遵守至少2人同时在场的操作规定。技术部负责人苏之洲违反了审核签字才能操作的规定，并且没有把操作规程张贴上墙。我说的这些，你们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除了他们，还有一个人要负更大的责任。我作为公司的总经理，没有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，所以我要负主要责任。我会承担这次损失费用的50%，剩余的按照责任比例从厉总、苏总还有小左的工资里扣。季总，我自己捅了娄子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费用。我刚刚说的就是最终的处理结果。这件事情呢，也算是给我们长了经验教训。以前我们公司制度不够完善，那从今往后我们这个规矩就得立起来。之后我会发一个公告，以后如果再有造成公司损失的事情发生，那么我们就要严格按照相应的责任人追责。以后一切事务要做到有迹可循、有章可依。知道了，季总，知道了。这是我们星辰遇到的一次大坎儿，但是我看到了大家的团结，我相信，经过这次的事情，我们星辰会更加的井然有序。好了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这是韩总今天给我的，你们看看。这是什么？邀请函。AI 医疗展销会。我们要参加吗？真的，我们可以趁这次展销会去寻找一些椎间融合器的临床试验合作机构。太牛了！苏总，给我们也看看。主要是我听说这个很多人都要去。欣姐，你刚才的发言太有水平了。果然啊，这 MBA 教授就是厉害，早知道我也报个班去听听课了。那你未必能找到那么好的老师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，大家下班。季总，哎，小左怎么还没走啊？季总，我有句话想当面跟你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亲自修正自己错误的机会。我把打印机弄坏的时候，感觉天都塌了，所有最坏的可能性我都想了一遍，但是一件都没有发生。你不仅没有否定我，责怪我、开除我，而且还带着我一起修好了打印机。对我来说，就好像是从地狱到天堂一样。小左，谁都有出错的时候，更何况打印机故障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。你是一个能担责、会补过、有态度的人。现在打印机我们一起修好了，你也是将功补过了。季总，您放心，我会好好把控操作细节，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错了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昨儿熬了一通宵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你也熬了一宿了，早点休息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